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我就带大家在我生活的小区以及周边转一下。今天刚好下雪，今天早上打开窗帘的时候看，哇，漫天飞雪，特别漂亮。就是去年吧，就是下了几场雪都没有积起来。今天不错，然后看这些草地上都有雪了，树上都有雪了啊。这个时间点比较好，就是去年的春节之前下几场雪，基本上都是白天下的比较大，然后到夜晚基本就不下，所以根本没有积起来。今天的雪呢，就是夜晚开始下的，早上一看到处都是雪，特别漂亮。然后我儿子特别开心啊。今天早上我带他去上学的时候，我们俩一路看雪，一路玩，一路说着。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瑞雪兆丰年嘛，就是说今年是新的一年，虎年了。春天的时候下一场雪，今年整个一年啊都是丰年，丰收之年啊。对我而言，我也希望今年是一个丰收之年吧。对，今天想带大家来到我生活小区转一下。一直在说雪啊，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生活小区呢，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小区，就是中国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小区里头。然后呢，小区大家看就一楼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有这么一个院子，很多人会把它装修一下，弄得比较好看。有些人会放亭子啊什么的，还有些甚至还有弄的鱼塘的。一般情况下会稍微装修一下。还有中国人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喜欢种菜，对，在自己生活这个院子里会种菜。现在雪真的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踩在雪上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然后呢，这种雪呢绵绵的、软软，有点抓脚。这块呢，就是其实我们叫做中心花园吧，也不是特别大，有那么一块。其实很多，你看这有椅子啊什么的，对不对？就很多老年人，他要是天气好的话，会在这块晒太阳。还呢，前面呢有2个这个乒乓球的桌子，对，现在上面都是雪了。我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到上面雪还挺多，被人给剥拉下来了，好像是。大家看，就下雪的时候啊，就是上面树上啊这些都有很多雪落在上面，就是这些枝丫上面很多雪落上面，真的是特别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似的。我们小区就分为1期和2期，1期呢都是一些低层，就是当时开发商呀盖房子的时候盖低层。在中国呀，就是现在盖的房子低层比较少，所以基本上都往高了盖。像后面的2期和1期的建筑风格就不一样，就是因为1期盖房子的时候，这个建筑商可能一开始想这格调比较高一些，盖了个房子盖得矮一些，结果可能当时没有赚钱，亏本了，所以转手给2期的房地产开发商啊，所以2期的房子盖的整体比较高一些。那段直接过去那个棕色的那个房子，就2期的房子，后面整个那个还算矮的，后面有些更高的，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前面的基本上都是6层楼吧，6层的话好像是个叫什么双层的，中国人叫什么我突然忘了。对，中国人叫跃层，跃层就是双层，就是2层楼的，它都是一家人的那种。你看有些人家里还种了竹子什么的，是不是很漂亮？我们就踩个雪，大家能听到踩雪的声音吗？看我的脚，这踩雪的声音听得特别好听，我很喜欢。这块地它很滑，滑走了。最近我其实就没有更新视频，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在等我这个照相机，我这个照相机就可以拿在手里，它比较小一些，不是特别惹眼啊。大家一看，哇，这样不会那种很大相机，比如拿一个杆撑着，这样一看就知道你拍照啊。像这种直接拿在手里就行了，比较小一些，就最多别人能看到我就自说自话呗，其实还好啊。这个雪很漂亮，真的，下雪天真是很漂亮。虽然说城市里人一般情况下对雪都比较喜欢吧，不喜欢雪的会比较少啊，因为雪的话一般情况下对大家的生活造成影响会比较小一些。但是在农村的话就不一样了，容易造成雪灾啊。你比如说种了这些作物呀，对不对？种蔬菜什么的，可能会受很大影响。
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住到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的交通，因为雪会受到阻隔的话，也比较不方便。西安这几年呀，下雪都是比较小，今天想不到也下得很大啊！就年前的时候，就成天天气预报说哇，说要下雪，然后淋到跟前下，确实有时候白天会下得很大，但是根本积不起来，然后也就量比较少，下了一天就没了。大家看今天雪确实还挺多的，把这个竹子给压弯了。其实好像我就觉得人应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转一下，比如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的话，你没有新鲜感，你就感觉不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来。这是一个什么电力变压器室，还画了一个熊猫哈，对，挺有意思。就下个雪，感觉整个天地之间都变干净了。特别这条路啊，平常的话又没有雪，就是那种干干的，有时候甚至感觉有点泥土啊，那灰尘到处泛起来。哎，一下雪感觉湿湿的就特别干净，这个路特别整洁。对，就是下雪哈，下雨啊，它都下的是这种水，怎么说？水它其实就是雨的这种固态形式嘛。因为曾经和我娃说这些科学东西，我现在对这个比较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下雪的时候都不喜欢撑伞呢？下雨必须撑伞呢？其实下雪虽然感觉啊，你感觉落在身上轻飘飘的感觉只有一点点啊，也感觉当下没有湿哈，但是你要走这么一圈下来，头发还是会湿啊。可能大家相对而言会把这个雪啊，会联系成觉得是比较浪漫的事情。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在雪中漫步也特别有意思啊。我就莫名其妙突然想起，就是《红楼梦》里面有一章吧，应该是叫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就中国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文字，就是特别有意象的文字。大家想一想，白雪红梅，是不是特别有感觉？白色的雪绽放了几枝特别艳丽的红梅，哇！就北方，其实西安啊，我生活了好几年了。我是能想一下，08年的时候，08年当时北京奥运会啊才开幕的那天，就当天啊，当时我拖着个行李箱经过杭州嘛，当时经过杭州，对，当时我朋友他在杭州工作，当时现在他那里落脚，然后后来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坐上了来西安的这个火车，当时是绿皮火车吧，坐了20几个小时吧，可慢了。你像现在都已经冬奥会了，当时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我来了西安，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但是我感觉很多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是一个西安人。而且我其实觉得，就人嘛，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之后，会对很多事情觉得很习惯，就觉得习以为常了，没什么了不起了。才来西安的那些时候呀，就会到处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什么的，就把有名点的地方都转了。但是马上觉得啊，也不过如此。但话一说回来，其实我对西安这个地方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比如说有些人来西安玩，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呀，哪个地方好玩的呀？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是特别熟悉。大家看那个地上应该是被扫过的，那也比较辛苦的这个小区的物业人员呢，对，清洁人员呢，他把它扫了，因为雪积太厚了，不方便大家嘛。那么明显是那个扫帚扫过的这个痕迹，踩的雪，咔嗒咔嗒。它一个小广播，这个广播，哦呦，天哪，然后滑了一下。再看，这是个伪装成石头的一个小广播。就今年为什么？哎呀，又滑了。这块它的是特别滑的这么一个砖，看这块吗？特别滑，我滑了2次连着。人都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差点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了。哇，有一只猫，这只猫不知道看到没有，躲进去了，躲进那个灌木丛了。就我们小区有特别多的流浪猫，你感觉那猫挺肥的。其实不只是它，就是它会翻那个垃圾箱啊找吃的，还有一些人会喂它们。我对这个动物啊，其实怎么说呢，说不上特别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啊。有些人会养宠物啊什么的，我就
从小到大应该就是家里没有养过宠物，所以对他们没有说特别的喜欢嘛。长大以后呢是怎么的？就是我老婆其实很怕狗，就特别记得我老婆在怀孕那会儿，我们成天散步嘛，然后怀孕之后每天要吃完饭散步，在院子里走或者在院子外头走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些打狗。当时呢，就是因为成天又看到一些新闻不怎么好的新闻，就是说狗咬人因为患了这个狂犬病是挺危险的，基本上，就算打了针呢，好像都会有很高的死亡率啊，所以当时就会心惊肉跳的，我老婆。但是她这个心惊肉跳是怎么回事？就会慢慢传染给我，我就发现这个害怕这种情绪都会传染啊！哦呦，天哪，这个还这么滑嘞，走边上了。它这种就设计不合理，用这种砖太滑了，对，这种砖很滑，踩上去就是特别容易滑倒啊。踩边上，底下是草我特别喜欢这种下雪的声音，不是下雪的声音，下雪是没有声音，下雪之后你踩在雪上这个声音，鞋从雪里拔出来那种感觉，特别棒。这就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小朋友们这个可以玩的游乐设施啊。我儿子小的时候成天来这儿玩，现在大了，都6岁，马上就6岁了，对这些没有那么大兴趣了。就我们小区这个游乐设施还比较少，像我们隔壁小区它游乐设施比较大。对，这块是一个那个消防通道有一个门吧，今天竟然开着呢，走去看一下。当时不是西安年前疫情了嘛？疫情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不让出去，就是他有些外卖不是有些快递，比如说买菜买肉什么的，他会送到这个门，然后我们在边上等着，他就叫工作人员，就是穿着全部这个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给递进来，所以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成天来拿东西。时间过得挺快这当时疫情也就过去了，感觉有时候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特别不真实，就会想，那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们自己身上。对，就是人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你很难理解别人的悲伤痛苦或无助真的是人类的这个悲喜真的是不相通的。当时我们在这个封城的状态下很多人其实他们就是不能完全理解，就算在西安就是这个西安都处在封城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但并不是每个地方它的就是管控这个形式是一样，就有些比较严重一些，像我们是中等这个风险的，像有些低风险的，西安有些区是低风险的，他们很方便，还有一些他们小区物业什么的做的比较好，直接送菜上门像我们当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买菜比较麻烦，还有一些西安有一些地方它物业可能作为更不好，对吧？就是当然更不方便，他们确实有一些饿肚子这么情况。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一切都无忧嘛，他会觉得就嘲讽别人，就说看你们，特别有些年轻人，他们以前就租房子住那块儿，他们以前从来自己不做饭的，都是叫外卖什么的。然后有些人他们身处在这个低风险区，然后生活无忧，什么东西的物资也很充足他们就在网上就嘲讽笑话这些年轻人，说瞧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学做饭呢？为什么不提前准备这些东西呢？准备一些生活物资呢？我这种言论都不是善意的，当时那种状态其实也特别不好。我觉得人类真的是人类人类应该更多的互相理解一些，而不是互相嘲讽，而互相的不体谅你应该知道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每个人身处的环境都不一样，你不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你是没有资格去评论别人的，对不对？所以同理心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就是你没有真正去经历这些痛苦、这些麻烦、这些不方便，你是很难真正的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的。然后很多时候就真正能做到理解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要跳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固有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这种方式
要想让它完全去转变一下，或者哪怕只是稍微转变一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然有些人就同理心比较高一些。我现在又绕进来，刚刚马上往前走就出去了。我们在这里再绕一下，这块呢中间又有一个小花园，所以我们小区整体不是特别大。现在我已经在这个2期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颜色呢，就是棕色的，和1期的房子的风格有点接近，但有一些不一样啊。你看他们有些就是1楼这个院子啊，哦，它那块有花呢，自己种了花，特别漂亮。这块是什么口呢？这块其实是可以通往车库的，这底下就是车库了，也看不到啊。这可以直接走到车库里头。你看人家这个院子装修的，你看，还有那个小亭子啊，棚架应该就是，还有那个可以椅子可以坐那块儿休息。这里头就是种了菜呗，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种菜，特别感觉像我父母辈他们都特别喜欢种菜。就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从村里出来的吧，从村里出来到城市里打拼事业。现在老了话，一辈子也就差不多了，衣食无忧了，也不需要操心了，就把以前东西都拾回来。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自己种的菜更卫生更安全，就怕外面比如说卖的菜农药残余太多啊什么的。就像我爸妈呀，现在住在县城里头嘛，以前年轻的时候肯定都是做过农活的，所以我爸后来就在就是那个小县城的郊区啊，租了一块地，自己种了很多的这个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买菜都是不到外面买，都是自己种，都是吃自己种的。对，我之前说到是哪儿，就是说我就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之后呀，其实对这个地方就会习以为常，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也没什么新奇的。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就对西安这个地方，其实因为生活久了，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现在呢，我决定带我这个小照相机啊，去重新探索这一个城市，去看一看这个城市。哇，这一个很多小朋友做的这个，像小城堡吗？有人在唱歌，声音这么响。看这后面还是有一些设施，像这个也是一个乒乓球桌啊。乒乓球这种运动比较方便啊，这有个桌子，有个2块板儿，有一个球就可以进行了。像我们以前在上小学的时候呀，当时不是学校里有乒乓球桌都没有，特别的穷。但是我们孩子们好像就特别有创造性啊。当时把那个学校不是有一个升旗台嘛，就是升国旗的地方，就是那个台面其实也比较平整，是水泥浇筑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和长度。我们就在中间就放一些这个砖块，然后就在上面打乒乓球。对，想起来挺有意思。现在的孩子应该很难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就贫穷中自己创造性的这种快乐了。对，现在孩子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所以每一代人他经历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经历的东西不一样，他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当时我们中国真的好穷啊，所有人都好穷。现在中国富起来，所以年轻人更为自信了，他们看待这个世界也会和我们当时不一样。我们当时感觉比如说看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啊什么的，觉得哇好富有啊。现在我们觉得也一样吧，中国也一样，中国现在也富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才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会觉得和会说英语的人觉得说话都觉得有点自卑，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一样，真的是很奇怪，就是这种感觉。人都在变，随着环境而变化啊，雪飘飘洒洒，你这雪从天上落下来，掉地上，很多都直接化了。它的宿命就是这样，它宿命就是从天上落下来，经历这么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旅程，然后带给大家一种美的感觉吧。或许这就是它的宿命。说美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对不对？美的东西刹那之间的永恒。这里这个门可以出去，这地方是放一些什么垃圾啊，可回收物啊。
哦，都是可回收物，不算垃圾啊。我看那个机器已经坏掉了，对，这个机器坏掉了。我们在这个雪地上走一走，看这雪地平常是草地，我是不走的。不过看那个草呀，好像都是黄了，对，枯黄了，一个冬天也枯黄了。妈妈抱着孩子出来看看雪，是不是？啊，踩着雪的感觉挺好的，所以为什么想起来就是白雪公主，对吧？她的名字的感觉就给人各种很纯洁的、圣洁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干净。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出来，她长得肯定就特别干净、纯洁，然后脸上肯定没有任何瑕疵，一笑起来特别的阳光，特别灿烂。对，当然她的过往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啊。妈妈早死，对，但感觉上这个名字带给人感觉应该是这样。最早的时候，他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带有的是全部的爱，对不对？所以他的名字里应该是充满了爱呀。所以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就是中国人取名字不是都多少有些寓意嘛？但很多同学其实也取过一些中文名字啊。你肯定是希望找一些有寓意的这么一个名字，对不对？就中文名字可以赋予你的名字很多意义。我觉得很多西方国家这个名字它好像都是固有的，当然好像也是有寓意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圣徒的名字啊什么的哈，好像之前那个什么《权力的游戏》很火的时候，很多人会用那个里面角色的名字来命名，是不是？大家可能都希望那个名字赋予意义吧，但中文名字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组合性可能更强吧，对，可以进行组合。我现在带大家走出小区看一下，溜一圈看一下周边是怎么样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扫脸的啊，出来了啊。好冷啊，手有点冷啊，稍微转一下，大家看一下，也就是这样。你看那两边啊，停满了车，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好多人都买车了嘛，但是车库其实车库里头这个车位费还挺贵的，都10几万、20几万吧。有些车可能都没有这么贵啊。有些人会租别人家已经有的车位，所以很多人会把车其实停在这个马路边上啊。大家看对面，它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小区了，所以中国人大多数都生活在小区里头。就我现在这么一个小区，对吧？还有那边还有一个小区。小区呢，就是这种四四方方的，未必是四四方方，就是这种封闭式的，它周围是用墙给围起来的，然后会开几个门，然后门那块呢有保安在这个看守着。到晚上的时候，保安呀，其实还会出去巡逻。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坐在窗前的时候，突然看到窗帘上啊一闪，是什么？后来扒开窗帘一看，就是保安拿这个手电筒啊，到处来照啊照。因为我们小区之前也遭过小偷吧，对，遭过小偷，所以保安他们就是那个时间段啊，他就巡逻的就会比较勤快一些。大家看这个垃圾桶啊，可回收其他垃圾，车上都是雪。其实，要是我们小时候，肯定会把这个车上的雪都扒拉下来玩了。就是小区的这边上外围，它会很多的这个店啊，有各种各样的店，有吃的，还有特别是很多，比如说给孩子们这种上课的什么围棋班啊、艺术班啊什么的。往前走，这还有一个超市呀！哇，这两边树是真的特别漂亮，下了雪真的特别漂亮。本来比较就是没有树叶啊，这有树叶也有，比较枯黄了，也不漂亮，感觉很萧条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下场雪，感觉突然充满了生机啊！但雪，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年春天下了，应该最后一场雪了吧。中国人有个说法，就是春寒料峭，什么意思呢？就是春天啊，虽然象征的是温暖，对不对？但它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寒冷，就感觉像冬天的尾巴吧。
这前面放什么歌呢？啊，什么绘本馆、小天鹅艺术团，还有很多，你看，都是一些孩子上课的双语绘本美术馆、美学馆啊，小天鹅艺术团呀，都是赚孩子钱的。因为中国父母其实为孩子们花钱挺舍得的，所以这种各种培训机构啊还是很多。因为这种艺术类其实还好，影响不是很大啊。今年这种学科类的影响很大，学科类的，比如其实像很多英语啊，其实它有很大影响。之前不是很多外教他在通过网络，对，就魔语者嘛，通过网络给中国小孩上课啊，挺多的。但今年其实好像现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把这都禁掉了，不让大家用这个外教了。而且现在整体这个教培行业，就是整体啊，就是这种学科类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这种艺术类的影响还是很少的。对，艺术类的影响比较小。这一个放垃圾的地方，这块我们叫它小广场啊，对。因为我儿子以前小点的时候，3、4岁的时候，那我才上小班的时候啊，就是每天晚上带他来这里玩，骑车，对，骑平衡车啊，和他的同学们每天晚上玩，要玩到8、9点才回去，疯玩。孩子们就是真的一天天长大，好快啊！现在已经是大班的这个下半学期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要上小学了，转眼之间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让我回想自己小学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了。人生呢，其实真的过得很快啊。想想看，一天一天真的特别特别快，有时候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一天好像没有什么，也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人确实应该做点事情。你要不做事情的话，其实会很累。要每天让我工作一会儿，我觉得其实还挺开心的。但是让我完全什么也不做，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受。对，我就躺那块，感觉精疲力尽，感觉之前可能就是长了一股劲儿呢嘛。对，工作的时候有一股劲儿把自己撑起来，但一旦休息起来，感觉整个人全身瘫软。很多时候因为特别是要什么不做的话，我还发现容易头疼。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不过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休息的人，我觉得休息起来完全这样休息没什么意思，也很少有特别什么好看的电视的电影啊，一直让人看下去。我还希望让自己更充实一些。啊，这是卖个什么呢？手撕藤椒鸡，才开业呢。那边还有一些什么的，还有理头发呀，对吧？这有一家东西就挺有特色，就西安这边啊挺有特色，擀面皮儿，对，擀面皮儿啊，还有就是那种米皮儿啊，是西安这边很有特色的好吃的东西。刚才有一个妈妈叫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还以为叫我儿子呢，因为我儿子就是那个名字。我转头看了一下，我最主要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人是不是叫我呀？有可能会是瑶瑶爸爸这种类型的叫法，对。然后马上就到我家小区的门口了，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聊喽。